你们说什么？连大门都没有进去。首辅大人，世子妃不容通报，我等也不能强行攻入亲王府邸啊。你的手里不是拿着太后的诏令吗？大人，世子妃说这诏令不是给她的，她不让我们念呢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飞展，情势已经到了这一步了，你怎么还认为是叔父的错呢？他长林王府口口声声说是对陛下忠心，可是行动呢？萧平京刚刚掌了兵权，就敢拒接圣旨，他凭什么？不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辅政，陛下年少吗？如果先帝还在，他们敢如此大胆？若先帝还在，这一道荒谬的旨意从一开始就不该存在。丧妻为陛下守制，这是正道，荒谬在哪儿？叔父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叔父，我们现在在争论这些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无论背后怎么样，在众人看来，当时那道旨意确实在你的手上，平京拒不领受，损伤的是陛下的权威。旨意中又把先帝丧妻扯了进来，赌的更是陛下身为人子的一个孝字。叔父口口声声说为主君的将来着想，但叔父想过没有？一旦你不能如愿，损伤的还是陛下的名声和利益呀！太后素来目光短浅，她看不明白你内心里最大的筹码。那筹码不是挂在你嘴上的大义名分，也不是你拉拢到的那些朝臣。其实叔父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平京自愿回京受审，为了维护的不是别人，而是陛下的颜面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是又怎么样？所以你不遗余力地压制长林王府，为了防止权臣势大功高震主，为了这一个目的，你最终赌的却又是萧平京效忠于陛下的忠心，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飞展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人心是会变的。先帝刚刚去世，长林王府还来不及有别的心思。那么以后呢？等他习惯了把握重权，习惯了不受别的约束，谁还甘心俯首称臣？谁还愿意回到过去？所以，长林之罪，罪在将来。未雨绸缪，总好过追悔莫及。叔父一直以恶意夺人，飞展也实在劝不回来。平京既然已经回京，就代表着他不想逃避。叔父为何又派人上门步步紧逼，最后再落个自取其辱呢？好，我等着。这方子不错，我看再歇个1-2日，
就差不多了。父王不用陪我上朝，你安心养病就是，我自己能应付。坐坐坐。不，有些个事情是要做给天下人看的。你的脾性从小我就了解，你心里做了哪些准备，我都知道。你我父子一场，能走到今天，也算是求人得人，不必觉得委屈。是。这陛下年幼，心性不稳，容易受人左右。为了他以后好，这心里有话必须得给他当面说清楚。在这种时候，为父我自然应该站在你的身边。智生，行不行啊？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走了。走，上朝。娘娘，请用早膳。陛下怎么样？陛下已经起身梳洗完毕，待用过早膳更衣后，便起驾去上朝听审。今日不同平日，朝阳殿的动静一定替哀家盯紧了。是。陛下，时辰已经到了。朕一直希望和皇伯父还有平清哥哥的关系能够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，但与此同时，朕又不希望他们一直拿朕当个孩子。朕已经长大了，朕和先帝一样，也是大梁朝堂的主君。
这么说来，是不是有些自相矛盾？回陛下，近日朝堂之上必有纷争，等陛下认真听了各方所言之后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。陛下起驾！一起过去吧。今日朝堂上会有何结果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但老王爷，他肯定需要咱们。是。臣等参见陛下。众爱卿平身，长陵王请坐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启禀陛下，怀化将军与宁官捕外抗旨不接之罪，已严审多日，朝野上下误议纷纷。若长此以往，必将有损皇家威德，已不能再多姑息了。内阁有何提议？老臣恳请陛下恩准，我要当庭对怀化将军进行询问。好，准徐首辅代朕问话。谢陛下。请问怀化将军，10月朔日，在宁官捕你的军营外，你麾下兵将对下官强行阻拦，不得入内，可否属实？治军本当严谨，在没有核准身份之前，营中岂能随意出入？在荀大人亮出天子剑之后，不也就顺顺当当进来了吗？就算是如此，可随后本官千辛万苦见到了将军，出示了天子的谕旨，你是怎么说的？我请求大人延后几日，再行宣旨。君臣乃三纲之首，圣旨面前，你凭什么要求延旨？难道因为你手中握着统帅边境大军的长陵军令吗？现在拿去监上。
等王爷下朝，刚好服用。是。按你说的去做了。你和平清一向没怎么说话吗？回京之后，他的烦心事也多，我也一直有意躲着他。你们见面本来就少，为什么还要躲着呢？这2年，他失去的人太多了，我怕他追问我老王爷的病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你的意思是，父王他……我还以为父王他能够活到100岁。荀大人，要抗击黄蜀军主力南下，需要调动多少兵力，耗费多少军资，你心里可曾有数？大战之前，各营之间的联动调度一旦被临时打乱，我北境防线会有多危险？您清楚吗？臣相信陛下，如果陛下事先知道，一定不会颁下那道旨意，是不是？朕的确是不大知道。启禀陛下，臣以为怀化将军此番变节完全是倒果为因。将军大人，据下官所知，敌军主力南下，难道不是你特意安排、故意放进来的吗？齐大人是兵部侍郎。晋尚书，老王爷，本王想知道刚才那句话，是你们兵部的结论吗？兵部未曾就宁关之战有过合议，这应该是齐侍郎自己的见解吧？齐大人这是想推翻巡守府原定的罪名，指控怀化将军叛国了。老王爷，下官并无此意，只是查看了相关军报后发现，从时间上看，怀化将军兵力调整、军资调拨在前，敌军主力入境在后。战事之初，长林军分明可以在墨山以南连营截击黄蜀军，却偏偏要诱敌南下，直入宁州，事先还特意撤空了好几座边城的军民。陛下，这些个举动桩桩件件都表明，怀化将军这是要刻意挑起一场大战，而并非只是抗击防御。原来在你齐大人眼里，我边境作战没有谋略，没有任何兵法，双方只能紧守着一条线，面对面互相乱砍，是不是？娘娘，有首府大人在，自然万事周全。娘娘，您还担心什么呢？虽说兄长暗中调派了东湖羽林在城外守候，可那毕竟是长陵王府啊，哀家怎么可能不担心？话虽如此，如果在朝堂上解决，
不到万不得已，谁又愿意闹得京城里满目血光呢？若论兵力，调来的东湖羽林比长陵亲卫多出3、4倍。可兄长也说了，不是数数人头这么简单。奴婢还是觉得娘娘多虑了。娘娘，你想啊，有先帝情分在，还有陛下在朝堂上坐镇，怎么也不会到那一步的。陛下，今日殿上所询问的不是长陵军的兵法吧？也不是怀化将军如何排兵布阵。我只想问一句话：圣旨当前，怀化将军，你是否明言拒不接旨？是。下官曾经苦苦相劝，小以利害，万不得已才强行宣旨。可是怀化将军置若罔闻，非要出门迎战，是与不是？是。如此看来，陛下，怀化将军只要当庭承认抗旨逆军、不敬先帝的罪名了。旨意上说，陛下梦见了先帝。朕算是吧。先帝一生温厚，广施仁政。他若知道天赐良机，可解北境连年边患，陛下觉得他真的会阻拦吗？先帝的英灵，只有陛下才能感应，岂容你无端臆测？微臣承认不愿接旨，但臣绝不承认有任何不忠不义之心。在这宫城大殿之上站着的，都是云端之人。也许在诸位心中，只要北境防线不破，不会危及帝都，那么敌军主力无论是被歼还是退去，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是，在那千里之外，在你们看不到也听不到的地方，那里有几10万的守土将士和边城百姓，难道他们就不是我大梁的子民了吗？难道他们的生死安危就完全不值得一提了吗？怀化将军，当着满朝的文武，你的意图已经十分的清楚了。只要陛下的旨意不合你的心意，你就拒不接受。你这不是忠良，你这是狂妄。如果一切都按照你的对错为对错，按照你的是非为是非，那谁是天下之主？陛下年少，掌朝的时间要很长。如果陛下的旨意不合你的心意，难道你还要把陛下罢黜了不成？荀首府此言，倒也不是不可能。你说老王爷放言要废了陛下？是啊，老王爷那句话一出口，满殿的人都给吓呆了。娘娘，然后呢？
奴婢听着话音不对，就赶紧过来给娘娘报信。这后头奴婢也不知道了。蠢货，还不继续去探听？是。哎呀，别磕了，别磕了，快去啊！娘娘，娘娘。陛下，老臣受先帝所托，扶植陛下。有些话，老臣要是不讲，怕是再也没有其他人敢对陛下食言了。皇伯父，请指教。臣若是威权过重，无法约束，倒也的确可能危及主君。由此加以防范，似乎看来也没有什么大事。长林府的王位兵权，都是武敬爷和先帝所赐。如果陛下觉得有所不安，我们父子甘愿退让。老臣最怕的就是陛下错以为这些就是全部的为君之道。只要皇权在手，制衡朝堂，就可以从此江山安稳，高枕无忧。可皇伯父知道朕是怎么想的吗？陛下请讲。先帝在位时，他就有很多意见和皇伯父不一样。朕知道自己年纪尚轻，所学有限，将来也许有更多的地方不如您的期许。可是朕觉得，如果将来事事都如怀化将军这般处置，那朕……原时不如先帝那般包容坚稳，心中难免会有惶恐。陛下惶恐，自然是臣下之罪。皇伯父，陛下可否知道北燕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吗？听说要改换江山了。这把龙椅做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。自古以来，并没有什么千秋万代一成不变。
这些话本该陛下长大了之后再说才更合适。只怪老臣无能，今日能站在这朝堂上，实属不易，恐怕等不了这一天了。父王，身为长林主帅，宁关之战，并非怀化将军一人所为。从事情的筹措，本王已然全程了解。至于结果，诸多波折，诸位大人想必已经全听清楚了。事实和结果都摆在那里。无需平津再多辩白。宣大人一向辛苦，就不要再费心试探我父子二人的底线了。本王还是那句话。我长林王府无人恋战权位。父王，老王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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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父王，老王爷。扶到房内平躺，不要加枕头，足下放暖壶。好，快，多叫几个人过来。好，快来人！好了吗？皇儿，你不能。母后，别说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高福，朕的太医呢？朕的太医都去了吗？回陛下，太医令亲自带着人，已经尽快赶过去了。好。皇儿啊，太后娘娘，就让陛下缓一缓吧。老爷，你马上赶到长林王府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，你就守在门口。不管里面有什么动静，我要立刻知道。是，老爷。姑娘，告诉我，
请。公子，下官呢是奉圣命而来，还要回宫复命，请二公子容我等进去探望一下老王爷可好？唐大人，李老堂主已经在里面，你也请吧。好。唱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。忆当年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茫。人间多邦，月出门宫墙。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灼灼堂弟，亘古自在华章。宇宙疯狂，何方？林间月明，看层峦叠嶂。汉教军鼓掌，营前一卷平冈。烈酒当饮尽觞。男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满长江。论后几何曾远北两情。世间香，两公苍野无伤，谈天道何时不勇猛？金樽玉，凭血浪，血液都射心芒。换男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挽长江。论豪气何曾远北凉？尽凭世间香。愿天下从此烽烟。